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平顺，欢迎来到万物智慧。开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事儿：当你撕开一包新海苔，或者打开刚送来的零食盒子，从里面掉出那个小小的写着请勿食用的干燥剂包，你的一个动作是啥？我猜大家看都不看，咻一下就把它扔进垃圾桶了，对吧？以前的我跟你们一样，但是今天我必须非常认真地告诉你，这个顺手一丢的动作，可能让你错过了咱们家家户户都急需的一个几乎零成本的防潮卫士。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受潮、保管不当而生病的手机、相机、平板电脑看得太多了，尤其是在咱们这种地方，空气里的湿气重得很，好多东西根本不是被你用坏的，而是被这无孔不入的湿气给闷坏、放坏的。今天我就打算把关于干燥剂最实用的7种隐藏妙招告诉大家，而且我还会额外奉送一套电子产品长期休眠保养秘籍。家里有换了新手机、旧手机还舍不得扔，想留着当备用机，或者打算把手机传给晚辈用的朋友们，这部分你可一定得听仔细了，能帮你省下不少冤枉钱。在教大家怎么变废为宝之前，有个顶顶重要的事情必须说在前头，那就是安全。咱们得先学会分辨，你手里的那个干燥剂小包到底能不能留，安不安全。这个环节大家千万别跳过，为了家人，多花1分钟搞清楚。市面上的干燥剂最常见的主要是2种，一种是比较老式的，叫生石灰干燥剂，它里面通常是白色块状或者粉末。这种干燥剂，江平顺我强烈建议你，一旦发现，直接丢进垃圾桶，千万别留。原因很简单，这东西有个非常危险的特性，它遇到水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放出大量的热。你想想，要是家里小孩不懂，把它扔进水里，或者他自己包装破了，在密闭的瓶子里碰到水汽，热量一下子散不出去，甚至可能导致瓶子膨胀爆开，非常危险。所以看到这种处理原则就一个字：扔。那我们要留下来的宝贝是哪种呢？是第2种，叫硅胶干燥剂。你下次拿到干燥剂包，可以用手指轻轻捏一捏，感受一下。如果里面是一粒一粒硬硬的小珠子，或者这个包装是半透明的，你能直接看到里面一颗颗像迷你玻璃珠一样，有些还夹杂着几颗蓝色珠子的小颗粒，那恭喜你，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硅胶干燥剂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全稳定，无毒也没什么味道，吸湿能力却非常棒。好了，安全的宝贝筛选出来了，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正题，看看这小东西到底能怎么帮到我们。第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我敢说90%以上的家庭都头疼，那就是鞋柜里的湿气和味道。不管是下班回家，还是运动完毕，一脱鞋，里面常常是又潮又热，如果脚汗多一点，那味道就更别提了。这种又湿又热又暗的环境，简直就是细菌和真菌的快乐老家。什么脚气、异味、反复发作的根源，往往就在这儿。很多人习惯把鞋子拿到太阳底下暴晒，但说实话，很多好一点的皮鞋、运动鞋，材质是经不起长时间暴晒的，容易开胶、变硬、褪色。这时候，你攒下来的硅胶干燥剂就派上大用场了。方法很简单，晚上临睡前拿2-3包干燥剂，分别塞到每只鞋子里头。这里将平顺分享一个关键小技巧，光塞进去还不够，最好能找个稍微厚实点、不容易破的塑料袋，把塞好干燥剂的鞋子放进去，然后把袋口的空气尽量挤掉，扎紧。等到第2天早上，你把鞋子拿出来，把干燥剂包取出来，你穿上脚一试，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里面是干干爽爽的，再也没有那种黏糊糊、凉飕飕的不舒服感。因为环境干燥了，细菌没那么容易繁殖，那股恼人的异味自然也会大大减轻。这个方法几乎是零成本，比买各种除臭喷雾来得更根本、更环保。解决了鞋子的问题，
接下来，江平顺就要进入我的专业主场了，这也是今天内容的重头戏，怎么用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来保护和延长你家里那些闲置电子产品的寿命。这部分我会讲的比较详细，大家耐心听，因为这都是我这么多年亲眼所见、亲手所修总结出来的血泪经验。在我的工作经历里，经常遇到这样的叔叔阿姨，拿着一个用塑料袋或者旧毛巾包着的旧手机、老数码相机，一脸困惑地问我：小江啊，这个手机我上次不用的时候，明明还是好的，充得上电，开得了机，怎么放在抽屉里才半年多，今天想拿出来给孙子玩玩，就完全没反应，充也充不进去了呢？是不是电池坏了？我接过来，打开机器一看，哎，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电池的问题了，更麻烦的是主板，上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霉斑，或者金属触点已经生出了绿色的锈迹，导致电路短路了。这里大家普遍存在一个误区，觉得电子产品不用它，放着就是最好的保养。其实恰恰相反，电子产品最怕的往往就是长期闲置。为什么呢？因为一台经常在用的手机、相机，它在运行的时候，内部的芯片、电路会产生微弱的热量，这个热量就像一个小火炉，能持续的、自然而然的把侵入机器内部的潮气给轰走、驱散。可一旦你把它关机，放进一个阴凉甚至有点潮的抽屉、柜子里，它就完全失去了这层自我保护能力。空气中那些看不见的水分子就会悄无声息的、慢慢的从各种缝隙渗透进去。时间一长，主板这种精密的东西，就像一块铁放在户外，必然会生锈、长霉。特别是像助听器这类又贵又精密的设备，几万块钱一个，每天晚上摘下来，如果随便一放，受潮损坏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针对这个外部敌人湿气，我的第一个专业建议就是，给你暂时不用的电子产品，准备一个干燥休眠舱。这个休眠舱很简单，找一个密封性好的保鲜盒，或者那种带密封条的厚实收纳袋、密封袋，把你打算收起来的手机、相机、平板电脑、充电宝，或者每天要摘下来的助听器，跟几包我们准备好的硅胶干燥剂放在一起。然后，关键动作来了，一定要把保鲜盒的盖子扣紧，或者把密封袋里的空气尽量挤出去，把封口严严实实的封好。这样一来，干燥剂在这个密闭的小空间里就能持续不断的工作，把里面所有的湿气都吸走，为你的电子宝贝创造一个超级干燥的保存环境。江平顺，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用这种方法保存的电子产品，别说放半年，你就是放上2-3年再拿出来，它的内部主板大概率还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一点锈迹霉斑都不会有，从物理上就杜绝了受潮损坏的可能。但是，朋友们，问题来了，是不是只要给手机配上了干燥剂，把它往密封盒里一放，就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作为一个业内人，我要很认真地告诉你，还不够。干燥剂，它解决的是来自外部的湿气威胁，可你的手机、平板里面还住着一个内部隐形杀手，那就是电池本身。很多朋友，尤其是长辈，在存放旧手机时，容易走进2个极端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觉得既然要长期收起来了，那我得把它充得满满的，充到100%，这样下次拿出来就能直接用，多方便。第二个误区则完全相反，觉得要把电彻底用光，用到自动关机，一点电都不剩再收起来，这样才不伤电池。今天江平顺在这里要郑重地告诉大家，这2种做法对于现在普遍使用的锂电池来说，都可以说是在加速它的死亡，非常不可取。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得了解一下锂电池的小脾气。它不像以前的旧式电池，它更像一个需要精心呵护的、有点娇气的小生命。如果你把它充到100%满电，然后长期存放，这就好比让一个人吃得撑撑的，然后强迫他去睡一个长达几个月的长觉。
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在满电状态下活性很高，压力也大，时间一长就容易产生气体，导致电池鼓包膨胀。我在维修店里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手机后盖都被鼓起来的电池顶开了，屏幕也顶得翘起来，像个小馒头，不仅电池废了，手机其他部件也可能被损坏。那么另一个极端，一点电都不留，0%存放行不行呢？这更糟糕，这叫过度放电。你要知道，锂电池即使在关机状态下，它自己也会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放电，我们叫自放电。如果你存放的时候电就是空的，那么在这种微弱的自放电作用下，可能1-2个月后，电池的电压就会掉到一个非常低到电池保护板都认为它已经死亡的水平。一旦保护板启动锁死，你这块电池下次就连电都充不进去了，彻底饿死，在睡梦里就都救不回来。那么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对待这块娇气的电池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用干燥剂和密封环境做好外部防潮，请大家一定记住江平顺总结的这套电子产品黄金封存4部曲，特别是针对电池的一，讲究一个半保状态。在你决定把手机收起来长期不用之前，请特意花点时间，把它的电量调整到50%到80%这个区间。这个电量水平是锂电池化学性质最稳定、最舒服的状态，既没有满负荷的压力，也不至于饿肚子，非常适合进入长期的休眠。第二，别忘了定期唤醒，你可千万别把手机往密封盒里一扔，就真的几年不管不问了。我建议你在手机的日历上或者家里的挂历上做个标记，每隔大概3到6个月就把这个休眠中的手机拿出来，开机看一看，运行一下。如果发现电量掉下去了，就给它充电，再次充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50%到80%的半保舒服区，然后再关机，放回它的干燥小窝里。这一步至关重要，就是为了人为的打断电池那种缓慢的自放电过程，防止它一不小心把自己饿死了。第三，存放时请让它裸奔。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把手机放进密封盒之前，记得一定要把它的手机壳给摘下来。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觉得带着壳不是更能保护机身吗？其实不然，很多手机壳，尤其是硅胶的、软塑胶的、皮质的，它们本身材质就容易吸附潮气，而且时间长了还可能老化、发粘。你把壳摘掉，让手机光光的机身直接处在干燥剂创造的干燥环境里，这个防潮效果才是最好、最直接的。第四，给它们找个好住处。这个干燥的密封盒子，你千万别放在一些极端环境里，比如，绝对不能长期放在汽车内。咱们这夏天，车内温度飙升到60-70度，跟玩似的，那简直是电池的炼狱。也不要放在阳光能直射到的窗台、阳台，最好的地方就是家里通风、阴凉、干燥的柜子内部或者抽屉里。如果你能严格做到这4点，外部用干燥剂防潮，内部让电池保持半保，定期拿出来通电，存放在温和的环境里，那我江平顺可以跟你保证，这台备用机无论你放多久，等到某天急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装上卡，它大概率就能顺利的开机，电池的健康度也依然会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平。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讲的这段关于电子产品和电池保养的干货特别有用，真的解开了你以前的很多疑惑，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打个支持2字，让我知道这些经验真的帮到了大家。好了，说完比较硬核的电子产品保养，咱们让脑子放松一下，回到日常生活的其他角落。你会发现，干燥剂这个小卫士能照顾到的地方还真不少。它的第3个妙用，就能直击我们厨房里的一大烦恼。经常做饭的朋友肯定有同感，刚买回来的盐啊、糖啊、味精、鸡精啊，颗粒松散，用起来特别顺手。可一旦开封，特别是遇到回南天、梅雨季，没过多久你再打开罐子，嘿，
里面全结成硬邦邦的一块了。炒菜正等着用盐呢，你得用勺子使劲敲，用筷子用力戳，好不容易撬下来一大块掉进锅里，得，这锅菜基本就咸得没法入口了。而且这些结块的调料其实已经受潮，风味也大打折扣了。这说到底都是罐子里的湿气在作怪。我的办法是，每次吃完海苔、坚果这些零食，里面如果带有完好的硅胶干燥剂包，我就把它拿出来，用干净的布擦一擦外包装，然后直接放进我的盐罐、糖罐里，压在调料下面。如果你觉得直接接触食物心里有点膈应，没关系，你可以用一小段透明胶带，把干燥剂包贴在调料罐盖子的内侧，效果一样好。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它就能像个小卫士一样，默默吸走罐子里多余的湿气，让你的盐、糖、香料长久保持刚开封时那种干燥松散的最佳状态。特别是像红糖、冰糖这种特别容易结块的，用这招效果立竿见影。罐子内部保持干燥了，调料也就不容易粘在罐壁上，你清洗起来也方便很多。第4个妙用，我们来关心一下家里的衣柜。衣柜，尤其是那种靠墙摆放的，在低楼层的衣柜，往往是家里湿气的重灾区，也是卫生的死角。时间一长，打开柜门，总能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不太好闻的陈味，或者说霉味。这股味道其实就是霉菌在潮湿环境下生长繁殖时散发出来的信号。很多老一辈习惯在衣柜里放樟脑丸来防虫防霉，但说心里话，江平顺我不是特别推荐现在还用大量的合成樟脑丸，一来那个气味实在太冲了，衣服熏久了，穿出门都带着一股子香底的味道，感觉人都不精神了。二来，有些合成樟脑丸的成分对人体并不是那么友好，闻久了可能头晕。既然我们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是潮湿，那咱们就直接从根源下手，用干燥剂来治本。你可以找几只干净的旧袜子，或者用透气性好的薄棉布缝几个小布袋，把你收集来的10包8包干燥剂都装进去，做成几个加强版的除湿包，然后把这些除湿包分散放在衣柜的角落，或者夹在叠好的毛衣、厚被子中间。特别是你那些比较贵重的大衣、皮质的包包，它们最怕受潮后长出难看的霉斑。干燥剂的作用就是默默无闻地把衣柜里多余的水分抽走，让环境变得干燥。它不像樟脑丸那样用浓烈的气味去掩盖霉味，它是直接把霉菌生存所需的水分这个条件给剥夺了，让霉菌活不下去。用这个方法打理过的衣柜，你打开门，闻到的是衣服上淡淡的洗涤剂的清香，或者是棉麻织物本身自然的味道，绝对没有那种沉闷的让人不舒服的霉腐气。这种物理除湿的方式对衣物本身的纤维也是最温和、最友好的保护。第5个妙用，咱们来看看家里那些不常用但又很重要的金属工具。谁家没有几把备用的剪刀、螺丝刀，或者一把专门用来处理骨头、砍鸡剁肉的后背刀呢？这些东西平常使用频率不高，往往就是往工具箱或者厨房抽屉里一塞，等到某天突然要用的时候，拿出来一看，刀刃上、钳口上已经布满了黄褐色的锈斑。有人觉得生锈了没关系，磨一磨就好，但其实生锈是金属被氧化腐蚀的过程，它会实实在在地损伤刀刃的锋利度和钢材的强度，而且锈迹斑斑的，看着不卫生，用起来也不放心，切食物更是有隐患。这其中的道理和我们保护手机主板是一模一样的，敌人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这对黄金搭档。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常用的金属工具再清洗干净，并且用干布彻底擦干之后，找一个大小合适的密封袋，把工具放进去，同时再丢进去2到3包干燥剂，然后把袋口密封好。你可以试试把你家那些可能1年都用不上一次的备用钥匙、珍藏的小工具、园艺剪什么的，都用这个方法处理一下。我敢说，不管放上多长时间，你再打开袋子，
里面的工具肯定还是亮闪闪、新展展的，一点锈迹都没有。这对于喜欢收藏刀具，或者家里有一套不错五金工具、园艺工具的朋友来说，绝对是一个零成本却能起到极佳保养效果的好办法。第6个妙用有点特别，它关乎我们家庭里最柔软、最珍贵的部分——记忆。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家里多少都珍藏着几本厚厚的相册，里面是孩子咕咕坠地的照片，是自己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留影，是已经离开我们的长辈留下的珍贵影像。这些照片是情感的载体，但本身材质却很脆弱。在我们南方这种湿热的天气里，时间久了，照片会慢慢发黄、褪色。更可怕的是，它们会因为受潮而互相粘连在一起。那种粘连是非常麻烦的。如果你没注意，或者心急想去撕开，很可能就把照片上的人脸重要的部分给撕坏了。那种遗憾是多少钱都弥补不回来的。很多人觉得这是岁月必然留下的痕迹，没办法。但其实，只要我们控制好保存环境的湿度，就能极大的延缓照片老化、发霉、粘连的过程。方法很简单，你可以把干燥剂包压得平整一些，然后夹在相册的每一页之间，或者如果你家相册比较多，可以把它们集中放在一个大的带盖的整理箱里，然后在箱子的底部和四周多放上一些干燥剂包。我家就有一张我爷爷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就是因为一直和一个铁皮饼干盒子，还有好几包干燥剂放在一起保存，直到现在拿出来，虽然纸张边缘已经有些脆了，但影像依然非常清晰，脸上一点霉斑都没有。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特别庆幸当时用了这个小小的办法。如果你家里也有这种承载着家族记忆的老照片、老信件、老证件，请一定重视起来，用干燥剂给他们一个干爽的家。最后一个妙用，特别适合家里有喜欢在阳台种点花花草草，或者习惯囤点粮食干货的朋友。很多长辈喜欢自己留点种子，比如辣椒籽、香菜籽，或者买来的种子包一次用不完，剩下的种子往往就随手放在厨房的某个角落。结果等到第2年想播种的时候，发现种子要么已经发霉变质，要么在袋子里就自己悄悄发芽了，完全失去了生命力。这是因为种子是有生命的，它在合适的温度，尤其是合适的湿度条件下，就会从休眠中苏醒过来。我们要长期保存它，关键就是要让它持续休眠，而干燥是休眠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装种子的袋子里放上一小包干燥剂，就能有效地锁住水分，让种子安安稳稳地睡下去。等到来年合适的季节，它的发芽率依然会很高。同样的道理，也完全适用于我们厨房里的大米、面粉、各种豆类以及香菇、木耳之类的干货。大米受潮不仅口感变差，还容易长出米虫；面粉受潮则会结块、发霉，甚至产生毒素。在米桶、面粉袋或者干货储存罐里放上几包干燥剂，就能很好的预防这些问题。当然，江平顺要再次强调，如果是直接和食物接触存放，你一定要100%确认干燥剂的外包装是完好无损，没有破漏的，最好选择明确标明食品用的硅胶干燥剂，这样用起来更安心。好了，跟大家分享了干燥剂这7大方面的妙用。最后，我再认真的说几句安全注意事项，这些话请大家务必记在心里。第一，这是重中之重，必须严防家里的小孩子误食、误玩。干燥剂那个小袋子，有时候颜色、大小看起来有点像糖果包、调料包，对充满好奇心的宝宝来说很有吸引力。安全无小事，如果万一不小心发生了误食，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最好能带上那个干燥剂的包装袋，得一时间去医院，让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处理。第二，绝对不要去挑战干燥剂，不要让它碰水，更不要用火烧它。虽然我们说了硅胶的相对安全，但你必须考虑到，
生石灰遇水反应的剧烈程度，我前面说过了，非常危险。第三，包装破损的干燥剂，坚决不要再用了。无论你打算用它来做什么，在放进鞋子、柜子、盒子之前，都请先用手捏一捏，眼睛看一看，检查一下它的外包装是不是完好无损，有没有破口。第四，要记得干燥剂不是永动机，它需要定期更换。干燥剂的吸湿能力就像一块海绵，当它吸饱了水分就会失效。定期检查更换，才能让它持续为我们服务。希望今天江平顺在万物智慧分享的这些内容，能真真切切的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方便。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些内容有用，请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关注一下万物智慧，更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我是江平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